中东火药桶彻底被点燃，全球航运大动脉霍尔木兹海来现在几乎陷入停滞，多艘油轮遭到攻击或干扰，保险公司甚至暂停承保，导致船只不敢通过。这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全球约 20% 的石油 LNG 都要从这里走。国际油价直接原地暴涨快 8%， 布兰特原油瞬间冲破$80大关。华尔街那边的投行像是高盛已经放话了，如果海来继续封锁，油价极有可能冲破$100。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澳洲的油价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很有可能面临直接飙升1块钱每公升的恐怖暴击。今天我要跟你聊的这些内容信息量非常巨大，而且每一句都跟你的钱包息息相关。我会把这场2026年开局最魔幻的战事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掏空我们每一分钱的逻辑给你彻底扒开。更重要的是，在全市场都在恐慌，大家都在看着澳洲股市 ASX 跟住美股一起跳水的时候，我们这种普通人到底该怎么精准的抓到那些藏在混乱里的赚钱机会？我不跟你讲那些听不懂的经济学名词，我们就拿每天的生活，你每一顿饭，每一公升油来说，看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接下来澳洲的油价可能会直接飙升1块钱，为什么你辛苦存的澳元现在正面临着被国际大鳄做空的致命风险。记得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在结尾我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 一个我个人目前正在重点操作，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的避险兼抄底的神级小策略。错过了这波，你可能真的只能眼睁睁看住财富被通膨吃钱抹净。说实话，我昨天下午去加油，看住计价器上那串数字疯狂跳动，快到我眼睛都跟不上，我旁边那个开着大皮卡的人直接就骂出声来了。他说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这2年好不容易熬过之前的通膨，现在一缸油又要多付30-40块，这不是要人命吗？我也在想，这背后的镰刀到底是怎么挥过来的？你想象一下，全村的人都要靠村口唯一的一口大井喝水，现在村里脾气最火爆，手里还有家伙的几个人直接把这口井旁边唯一的那条小路给堵死了。你觉得这水还能安稳的运出来吗？这条窄窄的村道在现实中就叫霍尔木兹海来，全球有将近1/5的石油每天都要从这条咽喉要道运出来。现在伊朗直接掐住了这个命门，一旦航运巨头宣布停航，全球的石油供应瞬间就断了一大截。澳洲虽然家里有矿，挖煤挖铁很厉害，但我们用的燃油绝大部分都是靠进口的，国际油价一暴涨，保险费狂飙，运费翻倍，最后这笔天价烂账全都要算在你和我，算在每一个去加油站、去超市买菜的人头上。你想想超市里的肉和菜，你网购的那些包裹，哪一个不需要大卡车运？油价一涨，运输成本就涨，通膨马上就会死灰复燃。原本大家都在眼巴巴盼着2026年澳洲央行能降息，让我们房贷压力小一点，现在好了，油价这么一搞，通膨要是压不下来，别说降息了，央行甚至可能被迫再次加息。这就是为什么这2天股市一开盘就绿得让人想哭，因为大家预感到好日子又要延后了。这种集体焦虑的情绪在市场蔓延开来，就像一场无声的瘟疫。但我经常说危机危机，有危就有机。当所有人都在抱怨油价贵、股市跌的时候，我们换个脑袋想一想，这些钱到底流去哪里了？当然是流进了能源巨头和军工企业的口袋里。你看这几天美股和澳洲股市的盘面，旅游股跌成狗，但那些石油公司、国防军工股开盘就狂飙，就连黄金这种避险资产也在冲新高。我身边有个做投资10几年的老朋友，他每次一看到这种地缘政治冲突，眼睛都在发光。他告诉我，这其实是普通人最容易看懂的名牌。既然我们改变不了油价上涨、物价变贵的事实，为什么不顺势去布局一点能源板块或避险板块的资产呢？就算你不敢直接去炒那些波动很大的个股，一些跟石油挂钩的 ETF 或者黄金 ETF 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普通人保护资产的防弹衣？你在加油站、在超市多花出去的钱，完全可以从市场里、从这些巨头身上赚回来。这就是富人跟普通人思维最大的差别，一个在抱怨大环境，另一个已经跟住资金流向偷偷布局了。当然，这绝对不是叫你现在就盲目去追高，因为油价飙升只是一个开始，它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接下来这股冲击波会直接砸向我们亚洲的经济引擎。如果你家里有做进出口生意，或者手里拿着港股、日股、台股，那你现在一定要听仔细了，亚洲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地，不管是中国的工厂、日本的精密设备，还是台湾的半导体，哪一个运转不需要能源？现在油价一喷，亚洲股市就像是被锁住了喉咙，日经指数这2天跌得像断了线的风筝，
因为日本几乎100%的石油都要靠进口，油价涨10%，日本企业的利润可能就要蒸发掉一大块，而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也没好到哪去，物流成本上涨直接拉低了制造业的利润，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输入型通膨。亚洲各国的央行现在头大的不得了，如果不跟住美国升息，汇率会崩盘，如果跟住升息，经济又受不了，这种进退两难的心理压力，正让亚洲的资金疯狂外逃，流向美金避风港。这也连带影响到我们澳洲，因为亚洲是澳洲最大的客户，他们买不起我们的铁矿石和煤炭了。我身边有个在深圳开厂的朋友，昨天发语音跟我诉苦，他说本来今年订单就有点软，现在海运费因为中东局势突然翻倍，他发一柜货去欧洲的利润直接被运费吞掉了，他现在只能让员工减班，这就是连锁反应。你以为远在天边的导弹，其实正切断着无数人的生计。澳洲股市 ASX 200指数就在这短短几天内蒸发了几百亿澳币的市值，很多在后台问我说，中东那边打仗，伊朗跟以色列互掐，为什么我们澳洲的银行股、超市股也要跟住一起跳水？道理其实简单到连家里的小孩都能听懂，因为资本是最怕死的，当像这种级别的战火蔓延，全球那些手握几十亿、上百亿资金的聪明人只有一个反应，那就是跑，而且是疯狂的跑向最安全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当大家都在传油价要冲破$100大关的时候，原本大家盼了一整年，觉得2026年终于能降息的希望彻底幻灭了。这就像是你本来以为长跑快到终点可以休息了，结果裁判突然告诉你还得再跑10公里，那种绝望感会直接反映在股市上。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澳洲的4大行，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CBA、Westpac 他们。因为油价高就意味着通膨下不来，利息就得在高位死撑住，大家的房贷还款压力越来越大，银行未来的坏账风险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在滴答作响。所以我看这几天银行的股价跌得比谁都快，还有那些航空公司、旅游公司，燃油成本是他们的命根子，油价涨1倍，机票就得跟住涨，到时候谁还有心思出国旅游？聊完股市，我们必须聊聊最近表现很诡异的澳元。很多人跟我说，不对呀，中东打仗油价涨，澳元不是应该跟住大宗商品一起冲上去吗？为什么我感觉手里的钱并没有变得更值钱？这就是我想跟你强调的澳元隐形危机。虽然现在澳元看起来还算坚挺，甚至因为油价带动出口而维持在一个高位，但在金融圈，澳元本质上还是风险货币。简单说就是世界大乱的时候，虽然澳洲有能源撑腰，但全球资金最终的目的地只有美金、日元和黄金这类避难所。我身边有个做进口生意的朋友，他最近完全不敢掉以轻心，虽然现在汇率看住还行，但他已经提前锁定了美金远期合约。他告诉我，这种在高位跳舞的澳元最危险，因为只要战争规模一扩大，全球进入真正的大萧条模式，资金会瞬间撤出所有商品货币，到那时候，澳元跌起来的速度会快到让你根本来不及换钱，这就是现实。即便现在澳元没跌，但这种不稳定性会让所有进口电器、海外原材料的价格变得像过山车一样，这种隐形通膨才是最折磨人的。即便你不炒股，澳元的剧烈波动也会让你未来的购买力在不知不觉中缩水，所以别被现在的表面稳定给骗了，真正的财富大转移往往发生在大家都觉得没事的时候。我记得几年前俄乌刚开打那阵子，我有个学员一直犹豫要不要配置点资源类股，结果等到油价飙到最高点才冲进去，最后被套在山顶动弹不得。这次我告诉他，看新闻要看底层逻辑，不要只看情绪，市场现在的平静反而是一些优质资产被暗中布局的时候。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局势，那就要学会对冲生活。如果你手里全是澳币资产，那你现在真的就是在裸奔。考虑配置一点实物黄金或者美金资产，其实就是在帮你的财富买保险。这场战事不只是政治家的博弈，它更是一次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机会。我看过太多人在危机中倾家荡产，但也看过少数人因为看懂了金钱的流向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财富翻倍。接下来我要为你做一个最关键的未来走势预测。很多人在后台私信问我，中东打成这样，为什么澳元好像还挺坚挺，并没怎么跌呀？这就是最让普通人迷惑的地方。没错，现在澳元确实在 0.7 附近震荡，甚至因为我们澳洲有石油、有天然气、有煤炭，油价一喷，全世界都要来买我们的资源，这反而支撑住了汇率。但我要提醒你，这是一种虚假繁荣，在金融圈，这叫高位接盘风险。虽然汇率没跌，
但这背后代表的是澳洲的通膨压力会比别人更持久、更难缠。你要面对的第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原本盼了一整年的降息梦彻底碎了。原本大家预计2026年下半年，澳洲央行能松口降息，让房贷压力减轻一点，但现在你看 Michelle Bullock 央行行长最近的讲话越来越硬，只要油价维持在高位，通膨就压不下来。央行不仅不敢降息，甚至在3月或5月的会议上还有可能被迫再次加息，这对手里握着几百万房贷的朋友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第二个真相是澳洲房产市场的流动性危机。虽然澳洲人对房子有执念，房价看住还在那，但当利息一直维持在 6% 或 7% 的高位，而生活成本因为油价涨得看不见底时，市场上的买家会越来越少。你会发现房子越来越难卖，即便纸面上你赚了钱，但如果你想变现，可能得掉一层皮。未来的财富流向会发生巨变，钱会从那些背住高额杠杆的房产，从那些华而不实的消费品牌，疯狂流向最真实的避险工具和资源巨头。我身边有个做房地产开发的朋友，这2天整个人愁眉苦脸。他说原本打算今年开的新盘，现在因为原材料运费暴涨，加上利息死撑住，成本直接超标，他只能选择停工观望。这就是连锁反应。所以如果你现在手里全是房产和澳币，千万别觉得汇率没跌就高枕无忧了，你其实是在跟全球的通膨博弈，而且这是一场长期战。现在绝对不是盲目扩张、贷款买豪车的时候，手里留足半年的生活费，关注那些现金流强劲的防御性板块，比如通讯、医疗。不管油价涨到天上去，人病了还是得吃药，家里还是得开灯，这些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才是我们普通人在2026年乱世中的避风港。记住，保命比赚钱更重要。等市场情绪真的崩溃，大家都在恐慌抛售的时候，那才是我们进场捡便宜货，实现阶级跃迁的黄金时机。既然你听到这里，说明你真的是想在危机中守住财富的人。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 bonus， 我私藏的低风险抄底清单就在这。首先，你要死盯住澳元在 0.7 到 0.72 这个区间的表现。虽然现在因为资源出口支撑它没跌，但这正是最适合做压力测试的时候。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彻底爆发，一旦澳元撑不住掉头向下，那可能就是市场最后的恐慌洗盘，这反而可能是我们分批换回美金或是布局海外资产的最后窗口。其次是关注那些隐形战争红利股，除了大家都在抢的石油公司，像澳洲本土的一些国防科技和网络安全公司，在这次2026年的冲突中表现极其强悍，因为现代战争拼的是电子干扰和数据安全，这是我看好的长线避险赛道。最后就是如果市场因为短暂的停火传闻而出现能源股暴跌，记住，那绝对不是结束，而是给你上车的黄金坑，因为全球能源格局已经因为这场仗发生了永久性的位移，每一次回调都是为了下一次冲得更高。说了这么多未来走势和避险逻辑，我知道大家最想听的其实不是大道理，而是具体到哪一只股票、哪一个代号、哪一个进场点位，对吧？毕竟在这种乱世，差一个礼拜进场，收益可能就差了几万块。我这2天熬夜整理了一份2026战略避险与反攻清单，里面不只有我刚才提到的能源和金矿股，还有几只在 ASX 澳洲股市里极度低调，但受惠于国防需求增长的隐形冠军。这份清单是我私下跟几位资深分析师反复推敲出来的，原本只打算发给我身边的朋友看，如果你也想要这份清单，想知道在油价疯涨、利息死撑的当下，到底哪几只标的能让你的资产逆势增长？现在就在评论区留言我要清单4个字，如果留言破500，我就知道大家是真的迫切需要这份实操指南，到时候我会把这份名单、具体的买入区间，还有止损止盈的点位全部公开拆解给大家看，这是我能给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最大的诚意。而且我先说一句，这份2026战略避险与反攻清单我已经放在会员频道了，加入会员的成本真的很低，在澳洲大概只是一杯小咖啡的钱，但你可以立即解锁完整名单，不用等，不用抽，不用碰运气。想在这波市场混乱里站稳脚步，甚至反手赚钱的人，自己决定要不要错过。最后我必须要掏心窝子提醒大家一句，虽然我分析了这么多，但这世界瞬息万变，尤其是地缘政治，今天握手明天开火都是常有的事，所以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纯粹是我个人的实战经验和观点分享，并不构成任何具体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水很深，风险无处不在，投资只是意见，没有绝对。
大家在掏钱出来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记住，保住本金永远是第一位的，赚钱则是第二位。世界确实变得很疯狂，但只要我们看清底层逻辑，就没人能随便割我们的韭菜。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或者帮你理清了这场战争背后的财富脉络，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在澳洲奋斗，同样在关注投资的朋友，并且点击关注。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前货的最大动力。对了，你觉得这场仗打下去，我们澳洲的降息梦是不是彻底碎了？你现在最担心的是油价，还是那个快要压死人的房贷利息？欢迎在评论区大声说出你的看法。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